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嘅7月10日啊。今日講下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同中國嘅經濟喎。咁點解呢？事緣呢，我就喺今日咧就睇到一段嘅訪問。呢段嘅訪問報道呢，就係講馬哈迪喺佢嘅 broadcast 裏邊，即係馬哈迪100歲咯，馬來西亞嘅前領導人啦。喂，佢竟然係一個100歲嘅老人家，係可以呢做 broadcast 嘅。呢個係我認知裏邊咧年紀最大嘅一個博客主啊。我冇聽講過有人有咁大年紀90幾歲我都冇聽講過100歲可以做到 broadcast， 呢個真係佩服佢嘅。無論佢講咩都好啦，都要佩服佢嘅精力體魄。咁馬哈迪咧佢講咩呢？佢就提到新加坡嘅前總理國務資政李光耀先生，佢就話咧李光耀曾經同佢講過啊，佢話咧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咧一定係會比中國先進嘅。但係咧，佢話而家打臉咯，中國嘅實力咧超出預期啊！李光耀似乎講嘅嘢唔準確咯。嗱，佢裏邊有一段係咁樣講嘅，佢就話咧，李光耀同佢講冇嘢好怕中國嘅，中國落後我哋一大截，我哋永遠要走在佢面前。呢個就係佢講法。佢話當時啊，李光耀咧好明顯啦，係睇唔好中國嘅，中國亦都冇令到李光耀留下深刻嘅印象。但係而家唔同喎，而家中國咧已經係無論喺高科技啊、電動車啊，都超出咗預期，遠遠係拋離咗馬來西亞，係咪拋離新加坡呢？今日就要討論呢個話題啦。咁首先呢，到底李光耀有冇同馬哈迪講過呢番說話？我就懷疑嘅，因為呢，佢係一個100歲嘅老人家，佢回憶嘅呢番說話應該係70、80年代、40、50年前嘅說話。40、50年前李光耀有冇同馬哈迪講過呢？咁我就似乎喺公開資料上面揾呢就揾唔到，咁啊唔出奇嘅，因為我睇彭定康日記呢，彭定康啊記錄咗好多李光耀私底下同佢嘅對話，咁公開都冇講過嘅，而嗰啲說話呢，同公開睇呢係有內容上嘅差異嘅，因為一個政客你公開講梗係講一啲比較冠冕堂皇噶啦，私底下可能係比較尖銳嘅。咁我就睇彭定康日記嘅時候咧，就記錄咗好多李光耀嘅睇法。咁我以往度讀過俾大家睇嘅啦。咁馬哈迪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？就係李光耀同佢講一啲比較尖銳啲嘅睇法呢？咁都不能排除。但係呢，我就睇李光耀公開講嘅說話呢，似乎有頗多呢係相反嘅。咁首先呢，1996年呢，李光耀呢就已經預言啊，中國嘅經濟總量係會超越日本嘅。佢認為呢，喺呢個嘅21世紀啊，中國就一定會超越日本噶啦。咁事實上喺2010年呢，中國嘅名義 GDP 就已經超越日本啦。咁呢個證明到1996年呢，當時89、64剛剛過後無耐被制裁解封無耐，鄧小平南巡之後，咁朱鎔基國企改革剛剛推進緊，李光耀已經認為佢必然會超越日本。咁呢個李光耀嘅睇法係準確，而且呢，佢似乎係睇好中國嘅。佢睇好中國咧，就唔係改革開放以後睇好中國，其實佢喺改革開放以前咧都睇好中國。點解呢？因為咧佢喺2005年嘅時候接受咗德國嘅明鏡週刊訪問。佢清楚指出，如果唔係中國喺1949年走上共產主義嘅道路咧，新加坡、韓國、台灣、香港、亞洲四小龍啊嘛，唔可能崛起。日本嘅發展亦都唔會咁順暢。即係其實李光耀嘅睇法同我以往一直嘅研究係一致嘅。我嘅研究呢，我以前喺2009年喺廈門大學出版嗰本書就係提到呢個重點，就係喺1930年代，其實嚴格嚟講1927年至37年，中國嘅 GDP 增長率呢係雙位數嘅。所以如果用呢條路徑推算呢，去到1960年代呢，中國嘅 GDP 呢就已經去到世界第2，可能呢係能夠追到美國嘅。喺上個世紀60、70年代就已經成為世界強國。如果唔係搞共產主義就係咁樣。呢個當然係叫反事實推理啦。假如冇咗國共內戰，假如冇咗抗日戰爭，中國就會喺1960年代就會成為世界強國。李光耀個睇法同我一樣，佢就話咧，中國係亞洲嘅主要強權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就唔會日本、韓國亦唔會係有新加坡嘅地位啦。所以咧，佢就話咧，因為中國喺1949年走上咗共產主義封閉、自我封閉，所以中國咧先至會變成如此嘅道路。亦都係因為中國喺毛澤東時代嘅自我孤立，發展契機咧，先會落到亞洲邊緣嘅細小經濟體。但係隨住改革開放咧，呢樣嘢優勢咧就開始減慢啦。
讓好多新加坡人感到害怕，因為中國咧走得好快，學得好快喎。咁啊，2009年嘅時候，佢就話咧喺亞洲，中國之巨大已經無出其右咯。日本同埋印度啊，再發展20-30年啦，都追趕唔到中國嘅步伐。嗱，李光耀認為咧，中國和印度啊，最終能夠喺科技上追趕到西方嘅。雖然佢係咁睇，佢認為咧印度喺軍事科技上面會追趕到西方，但係經濟上佢認為永遠追趕唔到。嗱，呢個同我睇法都係好接近喎。因為咧印度係一個宗教國家，佢係印度教國家嚇，咁啊佢係有種姓制度。雖然咧呢個種姓制度咧法律上係廢除咗，實際上係深入咗啲人嘅骨髓裏邊，已經實行咗超過2000幾年。甚至乎有4大種姓之外咧，有啲講法就有5大種姓，就係女性。女性嘅地位永遠咧喺印度係非常之低落嘅。你諗下啦，一個社會如果唔解放性別平等、階級平等，佢點能夠稱之為民主國家呢？所以印度咧佢就有民主嘅制度，有選舉嘅制度，但係佢冇民主嘅內容㗎喎。呢一點咧就無可爭議嘅。咁所以咧，印度咧個經濟好難發展，即係你唔釋放女性，唔釋放階級。冇社會足夠嘅流動，咁你個經濟點會推動呢？咁所以咧，我同李光耀咧有同樣嘅睇法㗎。2013年啊，當時咧李光耀喺訪問裏邊咧認為咧中國會喺2020年代，如果冇任何大嘅事情變化，就會超越咗美國啦喺經濟上。咁啊，但係結果有啦，因為習近平上台啊嘛，習近平有一帶一路啦，然後又有呢個嘅國進民退啦，後來發生咗中美貿易戰、關稅戰以及 COVID-19， 咁所以呢樣嘢咧暫時都未發生到。李光耀可能睇呢樣嘢咧都未算係完全準確啊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從以往嘅李光耀嘅對談裏邊咧，或者佢嘅文章回憶錄就睇到佢係睇好中國嘅。中國之所以失敗咧，係因為共產主義，而鄧小平改革開放咧就去除共產主義，所以中國先會崛起。而因為中國搞共產主義，所以導致咗中國失敗。令到亞洲4小龍崛起，但係隨住呢個嘅共產黨去共產化咧，亞洲4小龍嘅優勢係減慢喎。嗱，咁呢度我今日就要回應一個問題啦，到底馬哈迪所講有冇道理呢？呢個嘅新加坡同埋馬來西亞係咪永遠追唔上呢個中國呢？或者調翻轉啦，中國係咪永遠唔會追上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呢？咦，我係用實體嘅經濟數據去睇啊，因為咧你要比較咧。你就好難比較，因為中國有號稱14億人口嘛。當你有號稱有14億人口嘅時候咧，你係比較唔到嘅，同新加坡。新加坡係小國寡民，新加坡嘅人口仲少過香港，比起中國好多嘅3、4線城市嘅人口都仲要少。咁但係我哋可以點樣比較呢？睇世界經濟數據，我哋可以咧做一個詳盡嘅比較。咁呢個詳盡嘅比較咧，即係有啲人話成日睇唔到我嘅數字，啲數字係俾我自己睇嘅，唔係俾你哋睇嘅。咁個數字咧就係可以睇有意義嘅比較啦。新加坡雖然嘅人口係好少，不足600萬人約600萬啦。如果計埋外勞600餘萬，中國有14億人口，咁但係咧人口成長率咧，新加坡係正增長嘅，係4.86嘅，中國咧係負0.1嘅。即係中國咧，同新加坡假設如果一直係維持咗呢條數，咁始終有一日咧，中國嘅人口會不斷萎縮嘅，因為人口萎縮咧就會導致有 GDP 嘅增長收縮，但係新加坡係擴張緊嘅，咁呢一點咧就無可置疑，但係咧新加坡冇辦法擴張佢嘅土地即係你填海都填有限數嚟嘅啫。其實中國咧可開發嘅土地當然仲有好多嘅，咁呢點冇得比較。呢個 GDP 當然冇得比較啦，14億人口，土地又咁大，咁但係咧可以比較嘅係咩咧？經濟成長率，中國咧佢號稱自己嘅 GDP 咧年增長率有5%，2023年咧係5.2%，新加坡咧係得1.08%。咁呢個咁睇中國係贏新加坡好多，但係咧問題係中國係叫發展中國家嘛，而新加坡係叫已成熟嘅經濟體。我哋睇下邊呢個數據有意義啦，人均嘅 GDP， 中國咧2023年人均 GDP 係12,600幾蚊美元，咁即使計埋2025咧，可能都13,000蚊左右啦。新加坡當年咧就已經84,700幾蚊，咁有啲人一講人均 GDP 冇用噶，澳門人均 GDP 夠高啦，盧森堡夠高啦，愛爾蘭夠高啦，佢哋嘅生活又唔見得好好，因為有好多大富豪喺嗰度，咁佢人口少嘛，呢個係事實。
因為澳門嘅人口真係好少，盧森堡嘅人口真係好少。咁但係如果你有幾百萬人口呢，而新加坡嘅大富豪巨企呢，又唔係話真係多得好離譜嘅啫，唔似香港咁多大富豪喎嚇。咁所以呢，新加坡嘅人均 GDP 係8萬幾蚊。咁啊呢個點呢就可以理解啦。失業率呢，失業率中國贏喎。失業率咧個城鎮失業率中國超過5%嘅，係5.11%。新加坡係得3.59咧叫做全民就業，所以新加坡仲可以輸入咧大量外勞添嚇。而中國咧個失業率係咁高啊嚇，城鎮失業率喎未計咧翻鄉下耕田躺平嗰啲喎。嗱，仲有淨移民啊，新加坡又係贏嘅。新加坡咧一年啊年增長嘅淨移民咧係26,000幾人，中國咧係負31萬人，即係中國人咧係移出去。新加坡咧啲人咧就想辦法移入去，呢一點咧就可以睇到佢哋比較，所以同呢個數據比較咧，喂，中國喺綜合實力啊、國力啊，梗係強好多啦。但係對人民嚟講，呢啲綜合實力、國力冇意義嘅喎，係生活水平最有意義喎。咁新加坡人嘅生活水平咧係遠超中國人喎，無論係人均工資、人均 GDP， 還是係咧佢個貨幣購買力，更加唔好講佢個護照啦。去到全世界啦，咁所以新加坡係贏嘅。咁所以點解呢？中國大陸呢，喺過去嘅10幾年或者10幾年前，有好多嘅學者係流行咧鼓勵中國係走向新加坡模式。新加坡模式呢，就即係華人社會一種叫做咩？叫做民本思想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。佢係一種半民主嘅政體，就鼓勵中國走向改革，都係走政黨制嘅，係選舉制嘅，但係咧同時間保留咗華人嘅法家傳統思想，就係用嚴刑峻法，用嚴厲嘅方法去令到社會穩定。咁啊呢個就係所謂新加坡模式啊嘛。咁如果中國係能夠行上新加坡模式嘅，咁都叫做改革啊。比起走向一黨專政咧，係行上另外一條截然不同嘅路，呢個就係新加坡同埋中國嘅比較。咁啊，其實就冇得好比較嘅嚇。咁啊，第二個比較啦，第二個比較咧就馬哈迪啊，佢話要比較，咁啊姑且同佢比較一下啦。馬哈迪咧，佢就話：喂，馬來西亞嘅生活唔夠呢個嘅中國好喎。咁啊，事實上係咪咁樣咧？我哋睇睇數據啦。嗱，數據上咧。馬來西亞咧人口當然亦都同佢冇得比啦，馬來西亞得3000幾萬人口啫嘛，仲少咗英國嚇。雖然佢嘅土地都唔細嘅，喺東馬咧好多地方咧都係人煙係稀少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如果講 GDP 嘅增長率，馬來西亞係有3.68個，係比新加坡仲好嘅。咁但係唔係睇增長率噶嘛，係睇佢嗰個實際而家擁有嘅幾多。咁啊，實際擁有幾多呢？人均 GDP 係11,600幾蚊，係比中國仲要低喎。即係馬來西亞咧係比中國仲要低，但係中國因為好多農民啦，佢哋係好似李克強總理咁講，喂，佢哋月收入係得1000喎，而家可能俾盡你2000啦。李克強總理幾年前講啊，2000人民幣一個月嘅實際可支配收入嘅啫。咁啊，所以係拉低咗，先會導致咁低嘅人均 GDP。如果講沿海城市咧，喂，呢個深圳咧嗰個 GDP 啊，已經係超越韓國噶咯。如果講呢個上海北上廣深，佢哋嘅 GDP 或者佢哋嘅實際消費力、購買力咧，都係喺世界嚟講咧，唔係一個發展中國家，屬於發達國家。咁所以咧，馬來西亞咧，佢雖然話東馬或者仲有啲原住民可能會拉低一啲，但係整體嚟講，佢拉低嘅程度係唔夠中國多。佢哋拉低咗之後咧，仍然嘅人均 GDP 都係比中國低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失業率佢都好過中國嘅，佢有3.93% 嘅失業率，中國5.11%，中國係高失業率㗎嚇。咁啊，淨移民咧佢又多，佢又多淨，佢4萬幾人流入過每一年，中國係負31萬啊嘛。咁但係有一個數據就好笑嘅，就係人均酒精消費總量，中國人就好中意飲酒㗎，無酒不歡㗎，就5.73。新加坡咧都係中間嘅，新加坡就即係都中意飲酒嘅1.87，但冇中國咁犀利。而馬來西亞係0.76，基本上咧馬來西亞啲人係唔飲酒嘅，唔飲酒原因係咩咧？因為佢係穆斯林，穆斯林咧就禁酒啊，就有一個禁酒令。佢前嗰排咧就推出一個禁酒令咧，就搞到好多華人咧就非常之痛苦因為咧啲華人社區啊，就第一中意買烈酒，第二咧就喜慶咧飲宴咧就飲酒噶嘛竟然咧就係前幾年咧
2020年嘅時候推出咗禁酒令，咁所以令到好多華人咧就係非常之不愉快啊！咁有呢件事，咁喺呢度話說回頭啦，馬來西亞坐擁咁多天然資源嚇，以前就係做橡膠樹起家㗎，咁啊而家有好多深海嘅石油啊、天然氣啊、稀土啊各方面嘅喎，咁但係點解佢嘅人均 GDP 都係咁低呢？經濟發展都係咁不活躍呢？新加坡明明大家地理位置係相同啊，點解能夠做到8萬幾美元嘅人均 GDP， 係高過呢個嘅馬來西亞成7倍喎？咁點解爭咁遠呢？咁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喎，同頭先一開始咧李光耀啊對印度嘅睇法一樣，就係宗教國家係搞唔到經濟嘅。宗教國家啲人咧，第一就唔係講平等嘅，馬來西亞咧就係講呢個嘅咩啊馬來人優先嘅。咁咧你唔係講平等，一個社會有某啲族群優先咧，就唔能夠有公平嘅社會發展，唔能夠有社會嘅階級上流。咁你冇階級上流啦，啲人嗰個推動力咪減低咯，嗰個動機係減低嘅。呢個係第一點。第二點咧就係宗教國家喺穆斯林世界裏邊咧，女性嘅地位咧都係咧相對較男性低嘅。咁所以女性嘅勞動力你又唔能夠大量釋放出嚟，唔係話俾女性可以能頂半邊天嘅情況底下，咪即係自斷半臂咯。咁所以咧，凡喺呢啲宗教國家有種姓制度，或者有男女階級嘅制度，或者咧有某啲嘅民族係能夠優先咧，佢嘅經濟都發展唔到。咁啊，加上咧就係你一日到黑都走去拜神，做正經嘢嘅時候真係拜神，咁啊唔得。又有好多禁忌喎，社會上包括有呢個嘅穆斯林警察啦，又有禁酒令啦。你個社會有咁多禁忌嘅時候，你點會發達呢？所以啊，伊朗啊，作為有咁多石油天然資源嘅國家，經濟都發展唔到嘅。喺中東咧發達嗰啲石油國家咧，就係小國嚟嘅啫，科威特啊，呢個嘅卡塔爾啊、阿聯酋啊呢啲小國啊得嘅，人口去到幾千萬如伊朗或者伊拉克嗰啲咧，經濟都發達唔到嘅。因為你如果得幾百萬人口，咁啊唔同啊，石油可以養活到你全個國家啊嘛。喺文萊咁你天然資源都養活到你全個國家啊嘛。人口少，小國寡民就得，但係人口一多咧，呢啲天然資源就會分薄咗，而且你有國家安全啊嘛。咁所以咧就唔能夠咧集中精力搞經濟。所以敦馬就話呢個中國經濟好犀利啊！呢個當年李光耀話馬來西亞同埋中國一定係會遙遙領先嘅。喂，呢個講法咧，假設李光耀講係真嘅，都部分正確。而家新加坡的確係遙遙領先喎。新加坡喺世界上嘅經濟嗰個地位，或者啲人嘅生活質素，都係遙遙領先中國嘅。咁但係馬來西亞就真係比不上中國啦。個原因咧，正如頭先所講，我認為宗教因素咧、文化因素咧係佔咗一個極大嘅比例。暫時我見唔到現代有咩宗教國家能夠經濟起飛嘅。如果有嘅，不妨話俾我知。好啦，最後咧，即係我要講下我本新書咧，就已經正式出版啦。呢個新書咧，香港嘅朋友可以喺天地圖書度咧，而家預購。書名就叫做《貨幣、思想與歷史通論：中國經濟史嘅變局與抉擇》The General Theory of Money, Thought and History。咁呢個書就係我寫嘅新書。咁啊，多謝3位推薦人啦，包括係東吳大學嘅名譽教授啦，前人民學院嘅院長黃少強教授，魏玉平教授就係而家清華大學嘅歷史系教授啦，人民學院嘅副院長，同埋楊永漢教授就係孔聖堂嘅校長。咁啊，3位推薦人咧就推薦呢本書出版。咁啊，多謝大家。咁你可以去呢個嘅天地圖書香港嘅讀者撳。如果非香港嘅讀者咧，喺博客來啊、誠品啊，或者係呢個嘅讀書共和國啊，咁咧佢哋係全球發售嘅。非香港嘅讀者咧就會全球發售，咁就會寄到去你哋屋企。咁你可以喺台灣嘅書店咧、網上書店咧就揾到呢本書。多謝大家支持。我用咗23年時間寫呢本書嘅，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唔好等電子書，買翻一本初版 keep 咗喺度。我對呢本書咧有啲信心，我認為數十年後、100年後咧，可能都會造成一啲嘅影響力。好嘛，多謝大家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可以 join Patreon、join YouTube 嘅 members，知識有價，拜拜。